Hello， 大家好。有很多粉絲家裡面呢买了这个红油，但是他不会做这个菜。今天呢用我的方法教大家做两个，一个是拌面条，然后还有一个就是拌这个麻辣鸡块。好，现在我们来直接操作。第一步，我们先在锅裡面燒一鍋水，水燒開了之後呢，把面條給它燙熟。今天這兩個這個雞是我提前煮好的，把它去了骨拆出來的。這個面條呢就是水面，就是很普通的那個鹼水面，放進去煮下就行。水燒開了之後，把這個雞燙一下，雞香放進去，撣一下，就燙一下就可以了。好，現在我們直接把面條放進去燙。現在看一下面條，這個面條也很簡單的，搞一條起來，掐一下，這個中間如果沒有白色的那個芯兒了就熟了。這個呢很明顯，裡面有個白色的芯兒。還有就是煮面條的時候呢，加一點水，讓它不要開起來。好，大火頂開就差不多了。現在我們檢查一下這裡面呢硬芯白色的硬芯基本上沒有了，已經透明了。這個時候呢面條就熟了，不能久煮。久煮的話，這個面會趴呀，面趴了之後就不好吃了。把面這樣子瀝下水，放一邊。現在來拌調味料。這個面條煮出來了之後呢，我們放一點點香油上去拌一下，就是防止它起坨，不用倒太多像這個油給它和一下，這樣子它就不會粘連了。然後第二個辦法呢，就是直接把這個面條下到這個涼開水裡面去，讓它一下子就冷下來。它冷下來了之後這個面條就很勁道。現在重新弄回來。好，先放到這裡，把水瀝乾。現在面條在瀝水的時候，我們來打一個底料比如說這個煮出來的面條1斤，我們就放個4克鹽，4克鹽大概就是這麼多，這裡有4克，然後放一點白糖，放1勺白糖。我們四川的拌面條涼麵它就是甜麻辣的，然後再放1勺味精，然後再放一點醬油，醬油不能太多，一點點就可以了。再放一點醋，中和一下這個辣味。這些放好了之後，把它拌勻。直接就是在這個裡面把它拌一下。好，這個時候加一點這個生蒜這個剁好的蒜。然後呢，我們來放這個香辣紅油。紅油的話，你看它的底部這個油渣子它是沉澱住了的，這樣子給它搖一下。不用這樣子，這樣子很累的，直接這樣轉就可以了。手摳住這裡，給它搖。你看，已經晃散了。現在也不用擔心說油會從旁邊漏出來。這個蓋子呢，它中間有防漏的。然後再把它打開。一般1份麵條的話，這個放1/6就差不多了，大概就是個50-60克的樣子，直接倒在裡面。好，這就差不多了。這裡面有芝麻，什麼都有。然後把麵條放下去，拌一下，把它敲勻。雖然說看起來放了50-60克，但是這個看起來一點都不油，看到沒有？盆裡面沒有什麼油的，這個油全部是粘在了麵條上面了。這就是用菜油的一個好處它吸附力比較強。菜油，我們把麵條夾起來，然後給它轉一下，然後放到碗裡。像這個樣子呢，我們再撒一點蔥花，撒一點點蔥花在上面。如果喜歡吃麻的話，再撒一點青花椒麵，撒在上面。然後最後呢，再來倒一點點這個紅油，大概就是這樣子操作1份麵條呢就製作完成了。你看這個敲起來，這個感覺就會好很多，這個顏色就會更深一些，吃起來呢麻麻辣辣的。下面來我們來做麻辣雞。拌雞呢，我們如果有煮雞的原湯，我們有原湯就加了礦泉水，大概有個50-60克的樣子。然後呢，我們來給這個調個味，調鹹味。這裡的雞大概就是半斤，半斤的話也是一樣的3克鹽的樣子。然後就是白糖，白糖的話呢放多一點，就是它的回味的後味感會更強一些。如果說按照成都這邊的口味呢，這個白糖大概放5勺，2、3、4、5。然後就是味精。本地的口味稍微重一些，大概是3勺，那我們這裡就放個1勺半就可以了。好，像這個樣子，我們給它攪勻。糖放多一點的目的呢，就是讓這個
湯啊，原湯的水更加的浓稠，拌的时候鸡上面它就吸附力更强。这个湯汁，如果用煮鸡的原湯来化的这個湯汁的話，它就會更鮮。這只是我們的個人辦法、個人方法，你們可以參考一下。這個是我們來下醬油，醬油呢大概下個5克左右。麻辣雞，如果你辣椒特別辣的話呢，可以適當的放一點醋，中和一下辣味。如果不是特別辣，比如說這個是香辣的話呢，就沒有必要再放醋了。這時我們再把蒜放下去，這個生蒜，蒜的話可以稍微多放一點。蒜放下去也是增加它的濃稠度的。川菜的涼菜入不入味，上不上味道，其實就是你這個湯汁的濃稠度夠不夠。好，這個時候呢，我們要把雞倒進去，把我們剛才打好的雞給它倒進去，泡住它，放在這裡面，都均勻的沾上一點湯汁。好，這個時候我們就要放紅油了。這個油還是老規矩，給它晃一下。你看，這樣子晃勻了之後再來倒。我們這一瓶是370克的樣子。吃川味的話呢，一瓶只做2份，大概就是100多克。這時我們把油倒進去。這個時候啊，我們這個雞給它拌在裡面泡住。這個時候就不能夠拼命的猛攪啊，猛攪了之後呢，它裡面的水和油一混合了之後會變得很渾，我們就給它倒在盤子裡。我們這裡呢是半斤雞肉的量，這個時候麻辣雞我們還是像涼麵一樣撒上這個紅花椒，還有就是這個青花椒麵。青花椒麵呢可以稍微少一點，青花椒麵放多了之後有苦味，發苦，放少一點提個香味就可以了。最後呢撒一點花生米。花生呢也可以把它壓成碎來撒，最後呢撒上蔥花。這樣一道麻辣雞塊呢就已經完成了。紅油呢它起到一個增加它的香辣味，它的一個吸附力很強，把各種味道把它收緊在這個紅油裡面。你看這個從裡面加出來，它這個油一看就很有食慾。麻辣香，味道很醇厚。後味上面反上來的是一股純菜籽油的那種香味兒，這個味道就對了。所以說川菜的成本偏高呢，這份雞光紅油就差不多10塊錢左右了。今天2道菜，一個拌麵，一個麻辣雞塊，麻辣雞這個方法就教給大家。最後跟大家分享一下，我們這個油已經是第4次升級了。我們最開始是這種廣口的，這種瓶子一直以來有一個缺點，就是它這裡面是拉環的。這樣子拉開了之後，這個油我們在倒的時候，它會從這個邊上流出來，從這個邊上流出來，因為這個位置跟裡面不是卡的，不是特別緊。這個是第2代，換了這個了之後呢，它瓶口啊有個缺點，這個是翻蓋式的，翻完蓋了之後，這裡有個缺口，一樣的倒了之後，你看它這個油要從旁邊冒出來，而且這種瓶子啊，這種蓋子還不能晃，一晃啊，這裡油漏的到處都是。然後我們第3代就是還是同樣的瓶子，我只是說用這個來演示一下，後面換成了這種旋轉式的。旋轉式的它解決了一個問題，就是晃的時候不會流出來。但是還有一個問題，就是這個瓶蓋啊，它這個口子太小了，不好倒。然後我們就換了市面上目前為止用的這個墩墩瓶。墩墩瓶呢，這個瓶蓋比較大，有一些筷子啊、勺子很容易伸進去攪。但是有一個好處啊，這個瓶蓋裡面有自帶密封的一些屬性，擰緊了之後。這樣子晃，隨便怎麼晃都不會流出來，直接這樣子轉就可以了。然後有的朋友說這個油量太小了，一次要放1瓶，那我們後面又開發了這種大的瓶子，這個是裝1斤半的，就是這個的2倍，也是一樣的，拿着這個瓶子這樣子晃。總的來說呢，我們這個瓶子呢，從第1代到目前的第4代，它到現在為止還不是完美的，我們還會繼續優化它的使用體驗。好了，本期視頻到這裡，拜拜。